加班饿得发昏，我啃了块饼干垫肚子。就为这，女魔头经理当众羞辱我，60万提成瞬间蒸发。她以为捏住了我的命脉，逼我低头认错。我笑了，顺从递交权，写检讨，挪工位。然后我休了8年莫动的年假，关机看戏。等我回来时，公司已天翻地覆。他们终于明白，离了我，价值100亿的客户会翻脸，天价的机器会瘫痪。现在轮到他们求我了。亲爱的朋友，你好呀。此刻的你，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正窝在沙发里放松，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无论你身处何方，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我叫林峰，此刻胃里火烧火燎的感觉还没完全褪去，嘴里残留着一点苏打饼干的咸香。就为了这口吃的，我站在办公室中央，像个被公开处刑的犯人。黄月荣，我的顶头上司，那张保养得宜的脸因为愤怒扭曲着，手指头几乎要戳到我鼻梁骨上。林峰，别以为你刚签了个大单子就了不起，尾巴翘上天了是吧？他的声音又尖又利，刮得人耳膜疼。公司是让你来工作的地方，不是让你来野餐的。饿了回家吃去。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了。规章制度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禁止在办公区域吃零食。你眼睛长头顶上了，明知故犯，罪加一等。他猛地一拍桌子，震得旁边水杯都晃了晃。这个合同，60万的提成，取消，1分钱你也别想拿。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同事们或同情，或惊愕，或幸灾乐祸的目光，像针一样扎过来。我看着他因为激动长得通红的脸，拳头在身侧悄悄攥紧，又缓缓松开，心里那点火星子被他这盆冷水彻底浇灭了。我扯了扯嘴角，声音平静的连自己都觉得陌生。行，随便你，摆烂，那就摆个彻底给他看。我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显然更激怒了他。黄月荣的胸口剧烈起伏着，像只鼓风机。林峰，你什么态度？写检讨。下午2点，全员大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做深刻检讨。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急促又刺耳的哒哒声。他怒气冲冲地冲向了通往23楼管理层的电梯。我留在原地，工位像个孤岛。没过多久，公司那个几百号人的大群就炸了。一条冷冰冰的通知跳出来，带着黄月荣特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销售部林峰多次违反公司纪律，性质恶劣，经研究决定扣除其当月全部提成，共计人民币60万元整，并于今日下午2点在公司全员大会上公开检讨，以儆效尤。群里死寂了几秒，然后瞬间被各种表情包和省略号刷屏。我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带着难以置信的灼热。对面工位的张衡手指在键盘上都快敲出火星子了，私聊窗口疯狂闪烁。峰哥，你疯了，那可是60万啊！60万，黄月荣这老女人绝对是更年期提前了。你跟她较什么劲？低个头，认个错，先把钱拿到手再说啊！服个软能掉块肉吗？我看着荧幕上跳动的文字，心里冷笑。服软有用吗？他黄月荣今天搞这一出，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狗屁规章制度，他是眼红，眼红我这个位置，眼红我手里的资源，
眼红我轻轻松松就能拿到他手下人累死累活也挣不来的提成。卸磨杀驴的戏码玩得真溜。当初老董事长亲自把我从省城挖过来，条件开得清清楚楚，不用打卡，来去自由，吃喝随意，只看业绩，销售部这半壁江山是我一个人扛起来的。这次 M 公司那个价值100亿的续签合同，多少人眼巴巴盯着，我出面，1个星期搞定。大概是我赢得太轻松，刺痛了某些人脆弱的神经，觉得我林峰不过是走了狗屎运。行，我对着张恒的窗口慢悠悠敲下几个字，等着看吧。下午不光是我的批斗会，还有人要迫不及待坐我的位置呢。张恒发过来一个震惊到裂开的表情包，我没再理他，打开电脑，开始整理我手里所有的客户资料，姓名、公司、职位、联系方式、合作专案、关键联系人喜好、过往沟通记录，分门别类，条理清晰，列印出来，厚厚一沓。接着拿起公司配的工作手机，荧幕亮起，里面存着无数宝贵的客户资讯和沟通记录。我手指滑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恢复出厂设置，看着进度条一点点走完，荧幕最终归于一片纯净的初始状态。做完这2件事，心里反而有种奇异的平静。然后我开始写那份深刻的检讨书。下午1点50，黄月荣带着几个助理像巡视领地的女王一样下来了。看到我正对着电脑荧幕苦思冥想检讨书，他嘴角勾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那眼神仿佛在说，看吧，再硬的骨头也得给我低头。2点整，23楼大会议室黑压压坐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看热闹的兴奋。黄月荣站在最前面，拿着话筒，声音通过音响传遍每个角落，铿锵有力，带着训诫的意味。我再重申一遍，公司就是公司，不是你们家客厅，更不是菜市场。他目光锐利地扫视全场，最后落在我身上，像刀子，三令五申，要保持办公环境整洁有序。有些人就是当耳旁风，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别以为自己是董事长亲自请来的就高人一等，打个电话，吃顿饭就能签合同。呵，这种本事谁没有？他冷笑一声，充满了不屑。林峰，上来，好好检讨一下你的错误，让大家也看看不守规矩的下场。在或同情，或嘲讽，或纯粹看戏的目光聚焦下，我站起身，步履平稳地走到台前，接过话筒，看着下面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脸。黄经理批评的对，我的声音透过话筒传出去，平静无波。我不该在公司吃那块饼干。从今天起，我一定严格遵守公司各项规定，绝不越雷池一步。顿了一下，我看向黄月荣，黄经理，我这个人书读的不多，漂亮话也不会说，您不让吃，我就不吃。我这个销售总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就好。黄月荣立刻接话，声音拔高，带着胜利者的姿态。鉴于你屡教不改，影响恶劣，经公司高层研究决定，撤销你销售总监职务，降为普通销售。他话音一落，会议室里响起几声稀稀拉拉的掌声，更多的是交头接耳的嗡嗡声。这位，黄月荣侧身，拉过一个油头粉面、穿着不合身西装的男人走上前，是公司新聘请的销售总监，黄峰先生，海归硕士，经验丰富，以后就由黄总监带领大家再创辉煌。黄峰挺了挺胸脯，努力想做出精英派头，但那眼神里的得意和轻浮藏都藏不住。我和台下的张恒对视了一眼，他冲我做了个服了的口型。果然，
末了，黄月荣像是才想起来，又补充了一句，带着施舍般的命令口吻：林峰，把你手上所有的客户资料整理好，今天下班前交给黄总监，重新分配。没问题。我答应得异常爽快，回到工位，直接把刚才列印好的那厚厚一沓资料原封不动地放到了黄蜂崭新的办公桌上。都在这儿了。黄月荣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配合。他亲自走过来，拿起资料快速翻看，检查得格外仔细，生怕我藏私，确认无误后，才勉强点了点头，眼神里却还带着一丝疑虑。人还没走远，新官上任的黄蜂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行使他的权力了。他踱步到我原来的工位，那个视野开阔、位置优越的独立区域，用手指关节敲了敲我的桌面，发出扣扣的脆响。林峰，动作麻利点，赶紧把你这些破烂都收拾干净搬走，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他语气里的颐指气使毫不掩饰，一会儿要是发现少了什么重要东西，你负得起这个责吗？我原来的位置现在成了他的宝座，而我的新家被安排在他正对面，最靠窗的那个格子间。夏天，就算空调开得再足，那毒辣的阳光也能透过巨大的玻璃幕墙直射进来。电脑荧幕反光刺眼，座位像个蒸笼。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我沉默地开始收拾个人物品，几本书，一个水杯，一个相框，几支笔。刚抱起我的笔记本电脑准备挪窝，黄蜂那只戴着金表的手又按在了我的电脑上。急什么？他皮笑肉不笑。电脑里的东西也得检查清楚，谁知道你会不会偷偷拷贝客户资料带走？这可是公司机密。我看着他，老董事长当初挖我时的话言犹在耳。林峰，在公司，你有绝对的话语权。可惜，老爷子身体不好，去国外疗养了。眼前这帮跳梁小丑，就以为可以只手遮天了。可笑。行，你看。我把电脑放在桌上，开机，推到他对面，随便查。黄蜂拉过椅子坐下，煞有介事地操作起来。桌面、当家、回收站，甚至隐藏档，他像个蹩脚的侦探，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当然是徒劳。他脸上那点装出来的严肃渐渐挂不住了，最后只能悻悻地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行了行了，搬走吧。我抱着我的东西，走向那个阳光灿烂的烤箱。张恒的消息又来了，带着愤愤不平。峰哥，这你能忍？太欺负人了。要是我，早他妈拍桌子走人了。这鸟气谁受得了？看着他的文字，我笑了笑，没回。急什么？好戏才刚刚开场，我不再是那个需要随时待命、围着客户转的林总监了。下班铃声一响，我第一个打卡。滴，清脆的电子音在安静的办公区显得格外突兀。以前我什么时候准时下过班？开车回家，夕阳的余晖把客厅染成温暖的橘红色。我把自己扔进柔软的沙发里，看着窗外车水马龙，久违的轻松感包裹全身。不用想着今晚约哪个客户吃饭，不用琢磨明天陪哪个老总打球，真好。打开手机，搜索本地话剧演出。我喜欢的那位话剧演员，演了上百场雷雨的周平，今晚正好有场。毫不犹豫，下单，订票。刚付完款，手机就嗡嗡震动起来。我被拉进了一个新的微信群，群主黄蜂，所有人，新官上任，立个规矩，从今天起，所有销售人员每天下班前必须提交详细的工作日志，见了哪个客户，谈了什么事，有没有合作意向，必须写清楚，我要亲自检查。
另外，每人每月必须挖掘并上报至少5个有效意向客户，少一个，当月绩效扣 20%， 连续3个月完不成指标，自己卷铺盖滚蛋。群里一片死寂。很快，张恒的私信就轰炸过来。我靠，峰哥你看到没？这他妈什么傻逼规定？还海归硕士？我看是海里游回来的水货吧？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一套？他到底干没干过销售啊？意向客户是地里的大白菜吗？1个月5个，咱们公司以前靠啥吃饭他不知道，全靠维护老客户。现在经济这鸟样，开发新客户多难，他心里默点 AC 数。小客户，这城市就这么大，优质客户早被筛了800遍了，他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啊！看着张恒连珠炮似的吐槽，我回了一句：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呗，别撞枪口上。峰哥，你就这么认了？那可是60万啊！要是我，早他妈不伺候了。这口气咽不下去，张恒的愤怒隔着荧幕都能感受到。我笑了笑，敲下几个字：别急，等着看，他们搞不定的。第二天，我踩着点到了公司，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系统，提交了一份年假申请。8年了，我1天年假都没休过，累积下来的假期足够我出去环游世界半圈。申请报告刚发出去没多久，黄蜂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把打印纸拍在我桌上。林峰，你什么意思？他脸色阴沉。我刚上任，你就要休年假，故意给我上眼药是吧？我抬起头，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疲惫和诚恳。黄总监，您误会了，在您的英明领导下，咱们部门肯定能蒸蒸日上。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绷得太紧，身体实在有点吃不消了。我叹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想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整一下，养精蓄锐，回来才能更好地为部门做贡献。您说是不是？黄蜂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不屑，嘴角撇了撇，呵，也是，伺候那么多大老板是挺费心费力的，人过了30是该服老了。他话里的阴阳怪气，傻子都听得出来，无非是暗示我靠些不光彩的手段拉客户。偏见就像一座山，一旦形成，很难搬动。我也懒得解释。黄蜂拿起笔，在申请单上刷刷签下大名，带着一种施舍和警告的意味。甲我批了，不过月底考核指标别忘了，完不成底薪都给你扣光，连续3个月垫底，就给我卷铺盖滚蛋。放心，我迎着他的目光笑了笑，我不会走的，该滚蛋的另有其人。年假手续办得飞快，走出公司大楼，阳光刺眼，空气都带着自由的味道。第一站，省城。那场心心念念的话剧就在今晚。2个小时后，高铁抵达省城。刚出站，手机就疯狂震动起来。是张恒。峰哥，出事了。陈辉集团那个续签合同，黄月荣硬说是黄蜂谈下来的，要把业绩算他头上，还说要上报总部，年底提拔黄蜂当销售老大。这他妈摆明了是要给黄月荣自己铺路升职啊，太不要脸了。你就这么看着？我看着资讯，嘴角勾起一丝冷笑。陈辉的合同，张晨辉那个老狐狸是那么好糊弄的。我慢悠悠地打字回复，别急，他们搞不定的，等着瞧。手机调成静音，塞进口袋，走进话剧院的礼堂，找到位置坐下。舞台近在咫尺，灯光暗下，大幕拉开，周平那熟悉又充满张力的声音响起，瞬间将我拉入了那个压抑又爆裂的故事里。2个小时，
我完全沉浸其中，跟着剧中人欢笑、愤怒、绝望，仿佛把这段时间积压的郁气都随着剧中人的呐喊释放了出去。散场时，眼眶还有些湿润，掏出手机，荧幕被未接来电和未读资讯的红点彻底淹没。最新的一条是10分钟前黄月荣发来的，字里行间透着气急败坏和甩锅的急切。林峰，你死哪去了？陈辉集团的张总说合同有问题，要毁约，直接损失30个亿，你等着被开除吧，这次谁也保不了你。我嗤笑一声，合同转交黄蜂的时候，你们不是欢天喜地吗？现在搞砸了，就想把屎盆子扣我头上。我慢条斯理的回复，合同是黄总监负责的，他搞不定就找我背锅。黄经理想开除我，记得按劳动法把 N+1的补偿金准备好哦。发完，再次关机。省城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我找了家老字型大小，点了碗热腾腾的牛肉面，慢悠悠地吃着，手机在口袋里持续震动，像一颗不安分的心脏。不用看也知道，公司那边肯定炸锅了。张恒后来告诉我，他急得差点打爆我电话。黄蜂带着重礼，屁颠跑去陈辉集团联络感情，结果运气爆棚，刚进门就撞见了张晨辉本人。张总一看换了人，随口问了几个关于合作细节和行业趋势的专业问题。黄蜂那点水货底子哪经得起问，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张晨辉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提出要去生产现场看看设备运行情况。那厂房，那设备，我陪着他跑了不下800趟，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黄蜂呢，一次都没去过。到了现场，好死不死，一台关键设备恰好出了点小故障，报警灯闪个不停。黄蜂为了表现，拍着胸脯说小问题，立马打电话叫来了他所谓的工程师朋友。那哥们儿围着机器转了2圈，煞有介事的诊断，嗨，小毛病，就一颗螺丝松了，拧紧就行。旁边常驻的维修老师傅一听，脸都白了，赶紧拦着，不能动，千万不能动。以前 Z 公司的陈工特意交代过，这颗螺丝是调校精度的关键，动了整条生产线都可能出大问题。黄蜂带来的专家一脸不屑，少危言耸听，你们这些老古董，动不动就上香拜佛的，懂什么科学维修？要真那么神，你们现在还用得着找我？他仗着黄蜂撑腰，不顾老师傅阻拦，抄起扳手就拧，螺丝是紧了。然后他信心满满地按下了启动按钮，机器轰鸣着运转起来。黄蜂脸上刚露出得意的笑容，异变陡升，咯吱咯吱嘎啦，刺耳的金属摩擦声猛地响起，整台机器像发了疯的巨兽，剧烈的颤抖摇摆。快断电！老师傅嘶声大喊，电闸拉下，但惯性让那钢铁巨物又疯狂抖动了近1分钟，才伴随着一声尖锐到能刺破耳膜的爆鸣，彻底瘫死。一股焦糊的黑烟从机器缝隙里冒了出来，盖子打开，里面一片狼藉。更要命的是，那颗被强行拧紧的螺丝断了，半截螺丝头像颗毒牙，掉进了机器最底层复杂的传动结构里。想拿出来，除非把整台价值千万的设备大卸8块。黄月荣赶到现场时，脸比锅底还黑。黄蜂和他那专家朋友面如土色，呆若木鸡。老师傅痛心疾首，说了不能动，非不听。这下好了，彻底趴窝了，哪找来的半吊子，害死人啊！黄月荣强压着火气，上次负责维护的是 Z 公司的陈工，赶紧联系他，花多少钱都请来。张恒在一旁凉凉的插话，黄经理，
陈工可不是街边修自行车的，那是行业里顶尖的大拿， Z 公司的宝贝疙瘩，说请就请。你面子够大吗？以前那都是看林总监的面子才随叫随到的。黄风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梗着脖子反驳，他能有什么面子？不就是靠那张脸吗？有钱能使鬼推磨，多给点钱。张恒嗤笑，行啊，那您去试试呗。机器趴哦，意味着停产。停产意味着无法按时交付前面签下的订单，合作方的催货电话一个接一个，像索命符，违约金初步估算每天都是几百万往上跳。黄月荣焦头烂额，更让他崩溃的是，陈工的电话根本打不通，或者说打通了，人家一听是他，直接挂断。张恒告诉我，远景还真来过一趟。黄月荣报警说我恶意诈骗，导致合同毁约。远景了解完情况，发现纯属无稽之谈，把他和黄蜂狠狠教育了一毒。黄月荣这口气憋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更想把我盯死了。可惜他连我在哪都找不到，而我在省城干石磨。我在导师家宽敞的客厅里喝茶，对面坐着的正是他们口中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陈工，我的大师兄陈启阳。小师弟，你可真行。陈启阳呷了口茶，笑眯眯地说，你们公司那帮人快把我电话打爆了，开口就甩2万块，让我立刻飞过去救火。他摇摇头，一脸嫌弃，打发叫花子呢，真当我陈启阳缺那点钱。我笑着给他续上茶，他们大概以为我每次请你过去都塞了不少好处费吧。好处费？陈启阳乐了，就他们那点仨瓜俩枣，够你塞牙缝吗？够你请我吃顿好的吗？旁边一直默说话的老导师重重哼了一声，花白的眉毛拧着，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我教出来的学生，什么时候轮到他们这模作践？老爷子退休多年，余威犹在。启阳，别理他们，让那帮人自己折腾去。林峰，你就在这待着，好好玩1个星期，我看谁敢动你。我赶紧点头，老师您放心，我也是这么想的，正好陪陪您。有导师这句话，我更心安理得了。每天不是陪老爷子下棋喝茶，就是跟师兄们聚会聊天，把省城好吃的好玩的逛了个遍。手机大部分时间静音，偶尔开机看看张恒发来的现场直播，全当解闷。看着黄月荣和黄蜂像热锅上的蚂蚁，焦头烂额，四处碰壁，这种感觉比那60万提成到账还舒坦。我什么都没做，只是休了个假，他们自己就把自己玩死了，怪谁呢？7天假期，转瞬即逝。回程的高铁上，手机终于不再静音，刚一开机，提示音就像爆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未接来电99加，微信资讯999加，大部分来自公司高层，语气从最初的命令、质问，到后来的焦急、恳求，最后几乎变成了哀求。张恒的资讯夹杂其中，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公司的鸡飞狗跳，机器彻底趴窝1周，天价违约金每天都在滚雪球。陈辉集团那边，张晨辉直接放话，只认我林峰，其他人免谈。黄月荣被总部骂得狗血淋头，黄蜂和他那个专家朋友，因为涉嫌重大过失损坏公司巨额财产，已经被控制起来，等着吃官司了。公司上下一片愁云惨淡，我慢悠悠地把行李送回家，冲了个热水澡，甚至还去做了个 SPA 放松一下，直到下午才不紧不慢地踏进公司大门。23楼的大会议室，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来，长条会议桌旁坐满了人，
都是平时难得一见的高层股东。黄月荣坐在最末位，头发有些凌乱，脸色憔悴，眼袋深重，早没了当初罚我60万时的趾高气扬。看到我推门进来，他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猛地站起来指着我，声音尖利：是他，是林峰故意的，他早就知道会这样，他这是报复。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坐在主位的一个中年男人，姓梁，是公司大股东之一，沉声开口：林峰，现在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了，说说吧，这是怎么解决？我双手一摊，一脸无辜：梁总，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这7天在休年假，手机关机，享受个人时光。公司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也很痛心，但是爱莫能助啊。黄月荣气得浑身发抖，声音都变了调：你装什么傻？陈工那边说了，他只认你，没有你出面，他绝不接我们的单子。还有陈辉集团的张总，他说了，只跟你谈，还说只有你能让他们家那个不说话的小少爷开口。你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我挑了挑眉，拉开一张椅子坐下，姿态放松。哦，陈工啊，那是我大师兄，这次我在省城看望导师，正好跟他一起吃了顿饭。我看向黄月荣，语气平淡。他说，黄经理您可真是财大气粗，开口就甩2万块，让他这个行业顶尖专家立刻飞过去给您修机器。我笑了笑，黄经理，您这脸面可真值钱。会议室里响起几声压抑的嗤笑，黄月荣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至于张总家的小少爷，我顿了毒，那孩子有自闭症，我只是碰巧能跟他玩到一块儿去，这算什么迷魂汤？梁总皱着眉，打断了这尴尬的气氛。林峰，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黄月荣用人不当，管理失职，从现在起停职接受调查。黄峰涉嫌重大过失，公司已经报警处理。当务之急是挽回损失，陈辉的合同必须续签，设备必须尽快修好。他看着我，语气带着一丝急切和安抚。只要你出面解决陈辉的提成，我们立刻补发。另外，公司可以给你一部分股份作为补偿。老董事长那边，我们也会沟通。老董事长，我捕捉到了这个关键字。原来如此。我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梁总，股份就算了，我这人其实没那么大野心。我看着他们，我就想安安心心做个销售，凭本事吃饭，跟客户打交道。那些弯弯绕绕的办公室政治，我玩不来，也懒得玩。这次的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种地方待着没意思。我顿了毒，抛出我的条件。这样吧，股份折现，连同那60万提成，还有这次解决事情的辛苦费，一起结算给我。至于设备维修，我看向梁总，我师兄陈工那边，上门费2万，工时费按行业顶尖标准，1小时1万，少1分他都不会来。这个条件，你们要是能做主，现在就可以联系老董事长确认。他要是点头，我们接着谈；他要是不同意，我笑了笑，站起身，那就算了。我的年假还没休完呢。会议室里一片死寂，黄月荣死死攥着拳头，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眼神怨毒得像淬了毒。几个股东交换着眼神，脸色都不太好看。他们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也清楚老董事长之前的态度，默许黄月荣搞我，就是想看看我是不是不可替代。现在结果出来了，
代价惨重，僵持了几分钟。梁总深吸一口气，好，我们这就联系董事长。巨大的投影屏亮起，视频接通，老董事长那张熟悉又苍老了许多的脸出现在荧幕上，背景是国外疗养院的花园。梁总他们赶紧凑过去，七嘴八舌地把情况和我提出的条件汇报了一遍。荧幕那头沉默了很久，老董事长的目光穿过荧幕，落在我身上，带着复杂的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林峰，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当年是我亲自去省城，把你从你导师身边请过来的。我知道你不是池中之物，只是没想到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迎着他的目光，不卑不亢。董事长，明人不说暗话，当年我答应过来，是看在我导师的面子上，也是相信您的承诺。如果早知道贵公司是这种飞鸟尽，良弓藏的做派，我还不如留在省城，跟着导师和师兄们发展。您说呢？我语气平静，却字字如刀。现在，我只是提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那台设备，当初也是我出面，求了导师，公司才能以优惠价格引进的。否则，以公司当时的规模和资质，根本够不上边。设备的核心调试和维护，一直靠的是我师兄成功的情分。这份情分，不是用钱能衡量的。我的话戳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老董事长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他当然知道设备的来历，也知道我和陈工的关系。他们之前感动我，无非是觉得机器运行稳定，又有常驻维修工看着，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却忘了最核心的技术和人脉始终掌握在我手里。会议室里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老董事长的决定。良久，荧幕那头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就按林峰说的办吧。老董事长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疲惫和妥协。陈辉的合同必须签回来，设备必须在1周内修好投产，后续的客户安抚，销售部去跟进。他看向我，林峰，提成和补偿1分不会少你。这次事情解决，我再额外给你合同总额1个点的奖励，那就多谢董事长了。我微微颔首，尘埃落定，走出会议室时，我清晰地感觉到背后那一道道复杂的目光，有敬畏，有嫉妒，有后怕。这一刻，够他们记很久了。接下来的几天，我成了公司最忙碌也最有话语权的人。一个电话，大师兄陈启阳就带着他的专业团队飞了过来。看到那台被黄蜂他们搞残的机器，陈师兄直摇头，血，这俩人才硬拧，当这是拧螺丝帽呢。维修过程繁琐而精细，整个设备几乎被完全拆解。陈师兄带着人，花了整整10个小时，才把那颗该死的断螺丝找出来，更换了损坏的部件，重新校准调试。当机器重新发出平稳有力的轰鸣声时，整个车间的人都松了口气。陈师兄擦了把汗，对着闻讯赶来的梁总等人晃了晃手里的计时器。梁总，上门费2万，10个小时，工时费10万，一共12万，麻烦接一下，现金还是转账？梁总嘴角抽搐了一下，还是痛快地签了支票。技术就是金钱，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搞定机器，马不停蹄，直奔陈辉集团。张晨辉在他的大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亲自泡茶。老弟，你可算回来了。他拍着我的肩膀，一脸你懂得的表情。那天那俩活宝一来，我就知道要坏事，问啥不懂，还拽得258万似的。他嘿嘿一笑，我就故意说要来看现场，果然露馅了吧，机器都让他们整趴窝了。
幸亏我没松口续签，现在你回来了，我这心才算放回肚子里。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张总这老狐狸是故意给我出气呢。张哥，谢了。我由衷地说。谢啥？都是兄弟。张晨辉摆摆手。对了，我儿子这2天老念叨你呢，说林叔叔怎么还不来？你从省城回来，给他带啥好东西么？带了。我赶紧拿出准备好的礼物，一套限量版的航太模型。张晨辉的儿子有自闭症，几乎不跟外人交流。机缘巧合下，我发现他对机械和星空特别着迷。为了能和他沟通，我自学了儿童心理学，考了证，还恶补了大量航太知识。慢慢的，他才愿意对我开口。这份信任来之不易。续签合同的过程异常顺利，张晨辉大笔一挥，合同搞定。临走前，他还特意叮嘱有空多来看看我儿子，他就认你。1个星期，仅仅1个星期，机器修好了，陈辉的100亿合同签回来了，积压的订单开始恢复生产，笼罩在公司上空的阴云瞬间消散。老董事长在高层群里发了嘉奖通报，我平静地收下，没有任何回应。黄峰被正式开除，并因重大过失面临公司的巨额索赔和可能的刑事责任。黄月荣被降职调离核心部门，去了一个清闲的养老岗位。离开那天，他抱着纸箱路过销售部，最终停在了我的工位前，眼神里的嫉妒和不甘浓得化不开。林峰，他的声音干涩，你赢了，靠着你那个好导师、好师兄，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人脉，没有他们，你什么都不是。我抬起头，看着他，笑了笑。谢谢夸奖，我确实有个好导师，这是我的幸运。但更重要的是，我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不是什么人都能成为我导师的学生，你差的不只是运气。黄月荣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最终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抱着箱子踉跄地离开了。我的工位恢复了原样，视野开阔，位置优越。清理黄峰留下的东西时，发现了他所谓的工作日志，厚厚一本，写得密密麻麻。仔细一看，全是些空洞的行业分析，无意义的会议记录，摘抄的网络文章，关于客户，关于销售策略，关于实际进展，一片空白。我随手把那本日志扔进了碎纸机，嗡嗡的粉碎声，像是在为这场闹剧画上句号。张恒和几个关系好的同事围过来，看着陈辉那份沉甸甸的合同，惊叹不已。峰哥，牛逼，真他妈解气！张恒兴奋地捶了我一拳，以后还得多跟峰哥学。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我笑了笑，老规矩，业绩说话，完成了。你在工位睡觉我都不管，做销售，冷暖自知。外人只看到我签下大单的风光，看到客户对我称兄道弟的亲近，却看不到背后付出的心血。为了摸清一个客户的喜好，我能翻遍他过去10年的社交动态；为了偶遇制造缘分，我能提前几个小时去熟悉场地，预演所有可能。我曾陪着酒店女王去抓她老公的肩，扮演她的表弟，在混乱中替她挡过飞来的烟灰缸，也曾顶着3伏天的烈日，陪着客户的奶奶回乡下老宅收玉米，汗流浃背，手上磨出血泡。张晨辉的儿子，我花了整整1年时间，自学课程，考取证书，耐心陪伴，才换来他一生模糊的叔叔。这些都是我应得的。60万提成，额外的奖金，股份折现的巨款，一分不少的打进了我的账户。我用这笔钱，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
买下了一套大平层。搬家那天，张恒他们来暖房，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城市的璀璨灯火。张恒满脸羡慕：峰哥，你这真是靠自己，在这座城扎下根了，太牛了。我递给他一杯啤酒：你也可以，找准方向，跟对人，用对方法，拼命干，没什么不可能的。众人唏嘘，说我太拼。我笑了笑，没说话。人生苦短，不拼，难道等着被人踩在脚下吗？我林峰，只信自己挣来的东西。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销售群的新消息。梁总我，林峰，刚收到消息，宏远资本的投资考察团下周到本市，重点看智能制造领域，这是个大机会，你牵头，务必拿下。我放下酒杯，走到书桌前，打开电脑，手指在键盘上敲击，搜索宏远资本考察团成员。新的战役开始了。我林峰，字典里没有认输这2个字。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下一期心灵小书馆，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不见不散呀，亲爱的朋友。